运油20空中加油机首秀长春再度成为焦点话题。空中加油机可大幅提升战机的航程，是战略空军必备的装备。那么，空中加油技术是怎么来的？目前世界有哪些空中加油技术呢？1948年，第一架专用加油机 KB-29M 装备美军，它采用曲形软管加油装置，但暴露出空中对接不稳定的难题。1949年，英国空中加油公司试验成功软管锥套加油装置，很好地解决了技术难题。1950年，波音公司开发了伸缩套管加油装置及著名的波音碳管，这一技术使用到了 KB-29P 加油机上。至此，世界上有了2种空中加油技术，人们习惯把软管锥套加油装置称为软管加油，把伸缩套管加油装置称为硬管加油。软管加油装置通过加油吊舱放出加油软管，受油机飞行员操纵飞机，使受油探头与加油锥套对接，顶开锥套内的单向活门，实现加油。软管加油技术可以同时为多架飞机加油，还可以给直升机加油。缺点是加油速度较慢，受大气稳流影响较大，对受油机飞行员的技术要求较高。硬管加油装置由伸缩式加油管、压力供油机构和控制机构组成，加油对接主要由加油员完成。其优点是加油速度较快，适于给大飞机加油，对受油机飞行员的技术要求较低。缺点是一次只能为1架飞机加油，而且无法给直升机加油。各国曾有空中加油的软硬之争，但事实证明两者各有长处。我国的运油20未来会否增设第3加油点，具备硬管加油能力，助力战略空军振翅远航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空中加油是战机提高航程、增大载弹量、延长留空时间的重要手段。过去，我国军机无法完全覆盖国家广袤的海疆与空域。20世纪80年代后期，面对国外严密的技术封锁，国家决定实施空中加油工程。经过科研人员艰苦卓绝的努力，1991年6月，轰油6首飞成功，结束了我国军机不能空中加油的历史。据悉，新加入20系列的中国空军运油20脱胎于运20，不仅能自主生产、快速列装，而且性能远超轰油6和1.78加油机。值得关注的是，8月24号，空军新闻发言人申进科大校公布了2张照片，一是运油20、歼20、歼16 3款空军明星装备的首张同框照，展示了运油20给歼20、歼16空中加油的瞬间。二是申进科大校展示了歼20、歼16、歼10C 空中3剑客登上小学生课本科学封面，而运油20与空中3剑客已多次开展海上航线空中加油训练，这意味着歼20、歼16、歼10C 等战机的作战半径会因为运油20的伴随暴涨上千公里，空中滞留时间也会增加，空军战斗力得到强有力补足。此外，中国空军运油20飞行员杨明辉8月27号在长春表示，根据任务需求，运油20可身兼双职，实现加油机与运输机状态的转换，担负与运20相同的作战任务。周一，空军首次公布运油20参与中俄联合巡航现场视频。视频中，运油20正在为一架歼16战机进行空中加油。申进科大校还透露，空军运20将首次赴欧洲参加国际航展。